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下部剧消沉，欢瑞分手剧，小人物逆袭成长，这个饼可以。诚意新剧刚杀青，粉丝群里就炸开了锅。这位娱乐圈公认的劳模又要进组了。这回接的是老东家欢瑞的自制剧《消沉》。消息一出，不少铁杆粉丝直拍大腿，怎么又是古装？怎么又要带新人？咱们诚意啥时候能接点外面的好本子啊？说起欢瑞这家公司，追过几年剧的朋友都不陌生。前些年靠《古剑奇谭》捧红李易峰，后来又有任嘉伦、杨紫这些顶梁柱。这2年明显后劲不足，新签的艺人总差那么点意思。诚意现在可是他们手里最硬的王牌，听说公司高层开会，诚意的档期安排都是单拎出来讨论的。这次让他带新人，摆明了就是要用他的名气给公司新人铺路。有粉丝吐槽说，欢瑞这是把诚意当老黄牛使唤，光让干活不给吃草。但这事也不能全怪公司，娱乐圈本来就是个讲究人情往来的地方。当年诚意还是小透明的时候，欢瑞给过他不少机会。现在他红了，帮着带师弟师妹也算是还人情。话说回来，总在自家剧里打转，确实限制发展。看看隔壁85花们，杨幂、赵丽颖早就自立门户，接戏自由度大多了。诚意今年都34了，要是再不转型，难不成真要演一辈子古装美男？消沉这剧本身倒是有点看头。原著小说在书粉心里封神多年，讲的是双胞胎兄弟复仇的故事。哥哥顶替弟弟身份，从做生意的小老百姓一路杀进官场，最后扳倒大贪官。这种草根逆袭的剧情，放在现在照样吃香。听说剧本里加了不少商战戏码，说不定能拍出古代版大江大河的感觉。就是不知道欢瑞的造型团队能不能给点力，别再把帅哥打扮得像淘宝古风模特。粉丝们最担心的还是诚意的合约问题。业内人都知道，欢瑞的艺人合同向来苛刻。当年任嘉伦解约前，硬是被安排连拍3部自家剧，中间还闹出过不少风波。现在诚意的合约到底还剩几年，外人根本摸不清。有消息灵通的站姐透露，这次拍消沉可能就是分手前的最后一哆嗦。欢瑞肯定舍不得放走这棵摇钱树，说不定正在暗地里准备新合同呢。咱们普通观众可能不理解，明星挣那么多钱有什么好愁的？其实顶流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诚意这2年几乎住在横店，去年光古装剧就拍了80多场打戏，威亚绳都不知道末断多少根。粉丝心疼他总演同类角色，可公司觉得古装安全牌不容易翻车。现在市场变化快，现代剧容易过时，古装剧好歹能卖海外版权。说到底都是生意，演员本人有时候还真做不了主。诚意自己倒是看得开。有次采访他说，演员就像砖头，哪里需要往哪搬。这话听着心酸，倒也是大实话。比起那些亚戏、抠图的流量明星，他这份敬业确实难得。听说消沉剧组提前2个月就请了礼仪老师，诚意天天跟着学古人怎么走路作揖。光这点认真劲儿，就比很多瞪眼念数字的演员强多了。关于新人的问题，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操心。欢瑞这次选的2个新人，虽然名气不大，但都是科班出身。有个姑娘是中戏毕业的，之前在小成本网剧里演过女3号，演技还算扎实。现在影视寒冬，很多新人2、3年接不到戏，能跟着诚意这样的前辈学习，也算他们的造化。说不定哪天这些新人里真能出个明日之星，到时候还得反过来感谢诚意带路呢。说到未来发展，
程毅的粉丝群里分成了两派，年轻点的粉丝恨不得他明天就解约，赶紧接点都市剧、电影拓宽戏路；年纪大些的剧粉反而觉得能把古装戏演到极致也是本事。你看胡歌不也是古装现代两手抓？其实最关键还是作品质量。要是萧晨能像《莲花楼》那样成为爆款，再拍10部古装又何妨？要是剧本稀烂，就算转型拍科幻片照样挨骂。最近有狗子拍到程毅私下在接触正午阳光的团队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谈合作。要真能搭上这家擅长现实题材的公司，说不定明年咱们就能看见他演个扶贫干部或者创业青年。欢瑞那边估计不会轻易放人，说不定正在筹备新的古装大制作等着他呢。这事就像老百姓家里的婆媳关系，外人看着着急，当事人自有相处之道。话说回来，咱们追剧的也不用太较真，演员在哪个公司带不带新人，那都是圈里的事。作为观众，最重要的是有好戏看。萧晨要是拍得精彩，咱们就捧着西瓜追剧；要是拍砸了，换个台就是了。倒是程毅这拼命三郎的劲儿，让我想起单位里那些天天加班的老实人，活干得最多，升职加薪反而轮不上。